大家好，我是 Tony。我們今天來宜蘭旅行，第2站來到礁溪赤劍協天廟。今天晚上我們要住在協天廟的忠義香客大樓，這是全台唯一有溫泉的香客大樓。不過下午4點鐘才能入住，現在才下午3點鐘而已。那我老婆就在附近休息，我就先逛逛協天廟。赤劍協天廟。主事關聖帝君，赤劍是指經過皇上批准、具有官方色彩的廟宇。赤劍協天廟是礁溪非常著名的廟宇，赤劍地位隆重，是皇帝批准才興建的廟宇。不過赤劍這樣的說法是有一點點爭議，為什麼呢？因為協天廟是創建於清嘉慶9年，那大清帝國是在嘉慶15年才決定將噶瑪蘭納入國土，經過2年籌備，嘉慶17年才正式設置。因為當時的噶瑪蘭還不是大清帝國的國土，所以我猜測應該是嘉慶17年之後。噶瑪蘭已經納入大清帝國的國土，那當時協天廟草創之初規模簡陋，那可能官方向朝廷取得批准，整修協天廟，擴大規模，後來才被稱為赤劍協天廟。協天廟對面是正在修復的戲台，這是原本的戲台，後來因為牌樓改建，所以將戲台拆遷到協天廟的後方。後來後方那裡又改建忠義香客大樓，所以戲台又遷移到礁溪國中前方的倉庫。經過10幾年，現在戲台回到舊地，重新組合。我現在走往協天廟後方的聖祖殿，還有夫人殿。聖祖殿在馬路對面，要從這邊走地下道過去。協天廟的忠義香客大樓就在聖祖殿的後方那一棟。走出地下道，就抵達聖祖殿。那這一棟就是忠義大樓，我們今天晚上住這裡。1樓是夫人殿，2樓是聖祖殿，協天廟夫人殿。這是台灣唯一祭祀官夫人的廟宇。夫人的神像是由緬甸漢白玉製成，重達2噸。2樓聖祖殿是祭祀關聖帝君的先祖。對面就是礁溪協天廟。我老婆現在走過來跟我會合了，那我就在聖祖殿這邊等她。我老婆出現了，這裡有協天廟忠義大樓、仁孝大樓、客房的簡介。2人房是新台幣1200塊，那2大床的話是1600元。這是通鋪，我剛剛說的價格僅供參考而已，因為礁溪協天廟的香客大樓非常的夯，所以價格也是浮動的。如果你是假日來住宿的話，那麼價格可能會貴一點。這是台灣旅館的正常現象，初一十五房價不一樣。香客大樓的客服中心
在這邊辦理住宿登記。我們車子停在附近的停車場，因為這裡必須下午4點辦完入住登記之後，才能刷卡進入香客大樓下面的地下停車場。我回到聖主殿了，剛剛已經簡短參觀完礁溪協天廟，還有香客大樓的外觀。那待會我走去停車場開車過來，等我老婆辦好住宿登記之後，我就可以開車進入地下室停車場。那待會再介紹一下香客大樓裡面的內觀。今天算是拍一支礁溪協天廟忠義香客大樓的開箱影片。對面是柯氏蔥油餅，礁溪著名的美食，每次都大排長龍。我老婆也在那邊排隊，她說先買蔥油餅，待會再去辦 check in。上次跟我女兒來礁溪，她買柯氏蔥油餅，排隊排了半個小時，我車子在旁邊等了半個小時。她說很值得，我覺得不值得，要等那麼久。哇，這是台灣美食的魅力，拍到腳酸也不厭倦，趁熱趕快吃一口。今天才排15分鐘而已。這是地下室的停車場。今天沒有客滿。下樓請用房卡感應。所有的香客大樓都是嚴禁帶寵物。哦，走道還蠻寬敞的。我們住的是大間的双人房，今晚房價1600元。這個應該算是4人房吧。哇，這裡可以觀看礁溪夕陽。拉上窗簾之後，整個房間變得更有氣氛。不過我比較期待的是衛浴間裡面的溫泉。這是台灣唯一有溫泉水的香客大樓。溫泉水在這裡。哇，我已經聞到溫泉味了。哦，馬上變燙了。浴池旁邊，這是淋浴間。不過香客大樓是沒有提供一次性備品，所以牙刷、牙膏、毛巾、浴巾都要自行準備。哦，剛說錯了，櫃子這邊是有提供毛巾，4條毛巾，所以這是4人房。這是衣櫥，這是我住這麼大一間溫泉房，一個晚上1600元，我覺得蠻划算的。因為在礁溪泡湯的話，湯屋至少是300元起跳，那還是比較簡陋的小房間。那如果是大間一點的，大概就是2小時1200塊。那我們在這邊住一晚，可以無限泡湯，1600元而已。而且房間是2張大床，協天廟香客大樓果然讚。那我今天的礁溪協天廟忠義香客大樓的開箱影片就到這邊結束。哦，對了，這邊其實還有另外一棟。那剛剛櫃檯人員是說，一般就是住在忠義大樓這裡。那6日如果客滿的話，那就會開對面另外一棟。那我們今天的礁溪協天廟香客大樓開箱之旅就在這邊結束，謝謝收看，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来，乾杯！酒後不開車，我們今晚住礁溪。來，我搭了。哇，3道菜先上桌了。
生魚片，客家小炒，這是水晶魚，炒地瓜葉來的。影片下方的文字資訊欄裡面有本次旅行路線的 Google 地圖網址連結，歡迎您點選網址，打開地圖，作為旅行的參考。